上一世我从宫女熬成妃子，听贤妃的话，不争不抢，最后却被她下令杖杀，活活被打死。临死我才明白，在这深宫里，不争就是死。再睁眼，我回到了侍寝的第一晚，我望着铜镜里那张娇媚的脸，笑了。这一世我要成为真正的宠妃。门被推开，我侧躺在床榻上，锦衣的肩带滑落半边，露出白皙的肩头。我抬眸看她，眼底含着娇羞，声音柔媚。陛下。她站在原地，目光从我的脸上滑到肩头，喉结微微滚动。这一夜，她要了3次水。次日清晨，我浑身酸软的醒来，门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贤妃娘娘，请江美人过去说话。我故意挑了一件青色的衣裙穿上，踏入正殿时，贤妃正坐在主位上喝茶。我规规矩矩行礼，殿内安静了许久，她才开口，声音温温柔柔的：江美人昨夜侍寝，辛苦了。本宫听说你很会伺候。我跪在地上，声音恭敬：嫔妾不敢有半分逾越，一切都是按照嬷嬷的教导来做的。贤妃的眉头微微皱起，我继续说：妾身谨遵娘娘教诲，不敢有半点差池。我抬起头，一脸诚恳：皇上真如娘娘所说，喜爱端庄的女子，要不是娘娘，妾身还……话说到一半，我便羞红了脸。贤妃的脸色白了一瞬，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无从反驳。为了顾宠，她看上了在她身边伺候、老实本分的我，把我送上了皇上的龙床。她派去的嬷嬷确实是这样教的，她总不能说自己在撒谎。贤妃人淡如菊，不屑争宠，依附于她的人也不能争。殿内的嫔妃们面面相觑，贤妃的脸色铁青，声音却还维持着温婉：既然你这么懂事，本宫就放心了。起来吧。我站起身，垂着眼退到一旁。余光里，我看见贤妃端着茶盏的手在微微发抖。这才哪到哪儿，我的贤妃娘娘，你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前世我不敢争，最后落个惨死的下场。今生重来，这妖妃也换我来当当。回宫后，我还没来得及换衣裳，传召的太监就到了。江美人，皇上请您去御书房办驾。上一世我等了大半年都没等来，第2次召幸，这才一夜他就离不开我了。我换了身浅青色的衣裙，不浓不淡，却比那些素净衣裳鲜活得多。御书房里，皇上正在批折子，他见我进来，搁下笔，朝我招招手，让我过去。我走过去，还没站稳，就被他一把拉进怀里。我趴在他胸口，手指在他衣襟上画圈。皇上，昨夜没够吗？他低笑：你说呢？从那天起，我夜夜侍寝，日日相伴。1个月后，我被封为家嫔。我的好友小春也是现在贴身伺候我的宫女，激动的眼眶都红了。我却只是平静地接了旨。我心里清楚，这才刚刚开始。这天夜里，我刚伺候皇上躺下，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皇上，贤妃娘娘中毒了。皇上皱眉，起身披衣。我连忙帮他系好腰带。他看了我一眼，跟朕一起去。我们到永和宫时，殿内已经站满了人。贤妃半靠在榻上，脸色苍白如纸。她的贴身宫女跪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皇上，奴婢看见嘉嫔宫里的人在膳房鬼鬼祟祟的，一定是他记恨贤妃娘娘前几天劝诫他，故而记恨小下毒害死娘娘，独占皇上，求皇上给娘娘做主啊！就在这时，几个搜查的太监跑进来，他们手里捧着一个瓷瓶。皇上在嘉嫔娘娘宫里搜出了这个。殿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皇上也看向我，眉头微皱。嘉嫔，你有什么要说的？他没有质问，只是问我要说什么。我心里一松，跪下去，声音平静却带着颤抖。皇上明鉴，臣妾日夜陪伴在皇上身边，哪有时间去下毒？我抬起头，眼中含泪。臣妾蒙皇上垂怜，才有了侍奉的机会。旁人的构陷与欺辱，臣妾半分不放在心上。臣妾唯一怕的是惹皇上厌弃，被您从身边推开。只求皇上别让臣妾离开您，哪怕只是远远看着皇上，臣妾也心满意足了。皇上看着我，目光逐渐温柔，他伸手将我扶起来。朕问你话，你跪什么？我靠在他怀里，眼泪无声的滑落，无声的泪更让人心疼。贤妃的脸色变了，她大概没想到我没有哭天喊地的喊冤，而是用这种方式让皇上心软。贤妃虚弱的开口，声音气若游丝：皇上，臣妾知道嘉嫔年纪小，不懂事，她若是记恨臣妾前几日劝诫她，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臣妾不怪，只是这宫里的规矩不能坏，还请皇上查清真相，还臣妾一个公道。他说着说着，眼角就流出泪来，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还宽宏大度的模样。多好的演技啊！上一世我就是被他这副模样骗过去的。我转过身，面对贤妃，忽然跪下去，重重磕了一个头。殿内所有人都愣住了。皇上不解地问：嘉嫔，你做什么？我没有起身，额头抵着冰冷的地砖，声音哽咽：贤妃娘娘，是嫔妾的错，嫔妾不该得宠，不该让娘娘觉得碍眼。如果嫔妾的存在让皇上和娘娘生出嫌隙，我抬起头，泪流满面，那嫔妾愿意以死谢罪。殿内死一般的安静，我的声音颤抖着：嫔妾只想求皇上和娘娘一件事，等嫔妾死了，求皇上和娘娘和好如初。嫔妾不想因为自己这条贱命毁了皇上与娘娘多年的情分。说完，我又重重磕了一个头。皇上的声音猛地拔高：够了！他一把将我拽起来，盯着我，眼底有怒意，却不是对我。朕说了会查清楚，你求什么死？贤妃嘴唇哆嗦着，声音发颤：皇上，臣妾只是想……皇上盯着他：只是什么？只是想让朕怀疑他，让朕觉得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朕与你的情分不是你拿来争宠的工具。贤妃的脸色惨白如纸。皇上松开我的手，走到贤妃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你说嘉嫔记恨你的劝诫，可
可朕怎么听说你的劝诫是让他安分守己，别争宠？皇上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贤妃，你不觉得可笑吗？贤妃像被人扇了一巴掌，整个人僵在那里。皇上转身牵起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后传来茶杯摔碎的声音和贤妃压抑的哭腔。皇上脚步未停。3日后，真相查清了，罪魁祸首是贤妃身边的一个小宫女。贤妃身边的一个小宫女说是嫉妒我得宠，偷了毒药想嫁祸，人已经被杖毙，死无对证。贤妃禁足3个月，罚俸半年。我跪在地上接旨，心里清楚那个小宫女是替死鬼，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扬起脸对她甜甜一笑。皇上英明，若不是皇上铁面无私，臣妾就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皇上看着我，眼底有一丝复杂。他问我怪不怪他没有把真相查到底。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伸手环住他的腰。皇上信臣妾，这就够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搂住我的肩。圣旨到了，我成了加妃。小春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我却只是平静地接了旨。回到殿内，我坐到铜镜前，看着镜中那张年轻娇媚的脸。上一世我被杖杀时，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这一世我要踩着贤妃成为人上人，我要让她亲眼看着她最在乎的体面是怎么被我一点一点撕碎的。1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御医跪在地上报喜时，皇上正在我宫里用膳。他愣了一瞬，然后猛地站起身。皇上转头看我，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光。他大步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将我搂进怀里，像是怕碰碎了什么。我靠在他胸口，嘴角翘起来，嘴角翘起来。这一世，我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消息传遍后宫那日，贤妃的禁足刚解，永和宫摔了一地的碎瓷片。贤妃把自己关在佛堂里1整天没出来，养胎的日子过得安稳。皇上日日来看我，有时带着御膳房的补品，有时只是坐一会儿，把手贴在我肚子上，感受那还没动静的小生命。这天，小春忽然急匆匆跑进来，娘娘，宫里来了一位一帮公主，说是进宫来的。我手里的茶盏顿了顿，一帮公主，上一世就是她用撒娇勾人的手段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3个月封了皇贵妃，可她明明应该1年后才来，怎么会提前？突然门外传来通报声，我抬头看见贤妃走进来，她被禁足半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脸上的温婉面具已经彻底碎裂，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阴狠。她站在我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目光扫过我隆起的腹部，她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嘲讽的笑意。嘉妃好福气，怀着龙种，宠冠6宫，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定了？我靠在枕上，不卑不亢。娘娘来臣妾这就是为了说这些。她没回答，只是盯着我的肚子，眼神越来越冷。你以为你赢了？你以为皇上宠你就是真的喜欢你？她忽然笑了。江月，你是不是忘了上一世你是怎么死的？我瞳孔骤缩。贤妃直起身，嘴角挂着扭曲的笑，语气里满是嘲讽的反问我是不是很意外。她说老天有眼，让她也有了重来的机会，这一世谁都别想跟她争宠。贤妃语气阴狠地告诉我，皇上喜欢的女人模样我最清楚，撒娇撒痴，欲拒还迎，我会的那些，他找来的人都会，我不会的那人也会。她坦言是自己提前把那个人找来了。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肚子上，笑意愈发深沉。贤妃眼神阴鸷地盯着我的肚子，直言我腹中的孩子不配活在这世上。我拼命挣扎着反抗，想要挣脱她的束缚。小春见状，立刻扑上来想阻拦，却被贤妃带来的人死死按住，动弹不得。贤妃疯狂地大笑着，语气里满是偏执，说她得不到的东西，我也别想得到。等这个孩子没了，看我还怎么嚣张。她说她得不到的东西，我也别想得到。她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孽种，等她没了，看我还怎么嚣张。门被猛地踹开，贤妃的手瞬间僵在半空，手中的瓷瓶也被人一把夺走。等她看清来人是谁，脸色瞬间吓得煞白，全身瘫软在地，再也动弹不得。皇上沉声开口，传唤来人，说贤妃谋害皇嗣，罪不可赦，即日起禁足永和宫，无旨不得踏出半步。贤妃被侍卫拖下去时，还在不停地嘶喊着辩解。我靠在皇上怀里，浑身控制不住的发抖。第2天，贤妃被正式禁足，还被罚俸1年，永和宫上下的宫人也全部换成了新人，而我腹中的孩子被皇上亲口定为若为皇子，即立太子。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后宫，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动我。阿纳尔入宫后的第3天，在御花园跳了一支舞，她穿着异域风情的舞衣，腰肢柔软，歌声婉转动人。皇上路过时，确实多打量了她2眼。小春看得急得直跺脚，生怕皇上被阿纳尔吸引。我轻轻抚着肚子，只是淡然地笑了笑，没有丝毫慌乱。当夜，皇上照例来承前殿用膳，我什么都没问，像往常一样给他夹菜念话本子，神色平静无波。皇上忽然开口问我为什么不问问那个阿纳尔公主的事，我眨了眨眼，语气笃定地告诉他我没什么好问的，陛下不会被他勾走。皇上愣了一下，疑惑地问我怎么知道。我趴在他胸口，手指轻轻在他衣襟上画着圈。我告诉他，陛下看我的眼神和看阿纳尔的不一样。我笑着调侃说，陛下看我的时候是想把我吃了的眼神，皇上看阿纳尔不过是觉得新鲜罢了。皇上低笑出声，翻身将我紧紧搂住，语气带着几分宠溺，说我倒是自信。我依偎在他怀里，轻声回应，这份自信是陛下给我的。这一夜，皇上留宿在了承前殿。第2天，阿纳尔被皇上召见，可皇上只赏了他一些布匹。第3天，连茶都没留他喝，便让他退下了。阿纳尔十分不甘心，又接连使出了好几次争宠的手段，御前献舞，送亲手做的糕点，假装崴脚倒在皇上怀里，种种伎俩层出不穷。可每一次皇上都只是客气的让人把他送回浮云阁，没有丝毫动容。小春终于松了口气，笑着跟我说，那阿纳
娜尔公主也不过如此。我却轻轻摇了摇头，示意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天夜里，小春凑到我耳边，小声告诉我一个消息。她说永和宫那边传来消息，贤妃娘娘好像疯了。小春细细描述，贤妃如今披头散发，对着空气又哭又笑，她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不争是死，争也是死。我沉默了片刻，忽然轻笑起来。我告诉小春，贤妃没有疯，她是在装疯。小春瞪大了眼睛，满脸疑惑地问我，贤妃为什么要装疯？我解释道，贤妃装疯是为了让皇上心软，从而能从禁足中脱身，还有翻身的机会。我望向永和宫的方向，嘴角微微翘起，心中已然洞悉了贤妃的心思。3天后，后宫里开始流传一个恶毒的谣言，谣言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皇上的。小春气得脸色都白了，她愤愤地跟我说，这话太过恶毒，分明是有人故意传出来害我的。我放下手里的安胎药，轻轻擦了擦嘴角，语气平静地吩咐小春去查清楚谣言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小春动作很快，第2天就来回禀我，她告诉我谣言是从浮云阁传出来的，散播谣言的是阿娜尔公主身边的侍女。我心中了然，贤妃虽在禁足，手却伸不了那么长，但她娘家的人可以。阿娜尔能提前进宫，本就是贤妃娘家在背后推动的。小春急得直跺脚，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立刻告诉皇上？我摇了摇头，告诉她不急，不必急于一时。谣言传了3天，愈演愈烈，整个后宫都在议论纷纷。小春愈发着急，苦苦劝我，让我请太医验一验，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坚定地拒绝了，告诉她一旦验了我就输了。我反问小春，若是他们说我怀的不是皇上的孩子，我就去验，那下次他们说我偷了东西，我是不是也要把承前殿翻个底朝天给他们看？小春被我问得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望着窗外，声音平静却坚定，告诉小春，有些人要的不是真相，他们只是想看我慌乱失措的样子。但我心里清楚，这谣言的背后主使还是贤妃。她虽被禁足，在永和宫，可手却伸得比谁都长，依旧在暗中算计我。这天傍晚，皇上来到了承前殿，他进门时脸色就不太好，坐下来后目光一直盯着我的肚子，看了好一会儿。皇上开口说他听说了宫里的风言风语。我给他倒了一杯茶，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他接过茶盏，疑惑地问我，难道不生气吗？我坐下来轻声回应他，生气没有用，我只问他信不信我。他沉默了片刻，他说相信我。他放下茶盏，说想让太医来验一验，好堵住所有人的嘴，不让我再受流言困扰。我轻轻摇了摇头，拒绝了他的提议。皇上皱起眉头，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一旦验了，就说明这谣言有被验证的价值，反而会让流言更盛。我看着他，语气认真地说，臣妾侍寝的记录只有陛下身边的人和敬事房知道。我反问皇上，想问他是谁在刻意偷盗这些消息，用来害我。我跪下身，抬起头时，眼里已经蓄满了泪光。我说，臣妾不需要验胎，只需要陛下查一查是谁在祸乱后宫。皇上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周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他站起身，一把将我扶起来，声音冰冷地说，我说的对，他要查的不是我的肚子，是他的后宫。当夜，皇上连夜提审了敬事房的宫人以及永和宫的守卫，不出2个时辰就揪出了3个参与散播谣言传递消息的人，一个是敬事房的小太监，另外2个是永和宫的守卫。皇上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第2天一早，圣旨传到了永和宫。圣旨上说，贤妃在禁足期间仍不安分，勾结外人，祸乱后宫，即日起打入冷宫，永世不得出。同时，皇上又下了一道旨意规定，往后谁再敢议论嘉妃腹中的龙胎，便以欺君之罪论处。消息传遍后宫的那天，小春高兴地在院子里转圈，替我松了口气。我坐在窗前，目光望向永和宫的方向。贤妃，你想让我验胎自证清白，可我偏不，我要做的是让你连质疑我的资格都没有。贤妃被打入冷宫后，阿娜尔就彻底没了靠山，但她并不甘心就此沉寂。她一个一帮公主，千里迢迢被送进皇宫，从来都不是为了在浮云阁安安稳稳养老的。这天傍晚，我正在承前殿用膳，小春匆匆跑了进来，她告诉我，那位阿娜尔公主又在御花园跳舞了，看样子是还不死心。我放下碗筷，起身去了御花园。到了御花园，我看见阿娜尔正赤足站在花丛间，她穿着一身轻薄的红纱，腰肢扭得像水蛇一般，极力展现自己的风情。皇上站在廊下，表情淡淡的，没有丝毫波澜。阿娜尔看见我来了，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跳得更加起劲。她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皇上，眼神里的渴望几乎要溢出来，恨不得把皇上吞进肚子里。一曲终了，阿娜尔气喘吁吁地跪在地上，语气带着几分刻意的柔弱，向皇上表明这支舞是她专门为皇上编排的。皇上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只说了一个字，赏。就这一个字，让阿娜尔彻底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跳了半天，就只换来皇上一句轻飘飘的赏。我上前轻轻挽住皇上的胳膊，语气娇柔地说，陛下，臣妾饿了，咱们回去吃饭吧。皇上看都没看阿娜尔一眼，转身就跟着我离开了。身后传来阿娜尔不甘又委屈的声音，却再也没能留住皇上的脚步。回到承前殿，我表面平静，心里却在暗暗盘算，阿娜尔性子执拗，绝不会善罢甘休。她身后是一帮，我不能像对付贤妃那样直接将她打入冷宫，那样会影响2国邦交，但也不能让她继续在后宫蹦跶，扰乱后宫安宁，影响我和腹中的孩子。我必须想个办法，让她自己主动离开皇宫。第2天，我让小春在宫里放出一个消息说贤妃在冷宫里说了，阿娜尔公主是她找来分宠的，还说等公主得宠了，就把她扶上贵妃之位。这个消息传到阿娜尔耳中时，她正在梳妆打扮，镜子里的她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因为这话半真半假。贤妃当初确实私下许诺过她，只是那些话见不得光，更不能被皇上知道。如今这话被传得满宫皆知，皇上会怎么想她？用脚想也能猜到。阿娜尔彻底慌了神，她立刻派人去冷宫找贤妃对峙，可冷宫的守卫早就换成了皇上的人，忠心于皇上。他派去的人不仅没进去见到贤妃，反
反而被守卫扣了下来。很快，阿纳尔公主试图私通冷宫罪妃的消息就传到了皇上耳朵里，皇上的脸彻底黑了，语气里满是怒火。他说，一帮公主不安分守己，竟然还敢勾结冷宫罪妃。皇上沉声传唤来人，下旨将阿纳尔禁足浮云阁，无旨不得外出。同时拟写国书，告知一帮国王，他的女儿不适合留在宫中，择日遣返，择日遣返。我跪下身劝皇上息怒，皇上扶我起来，语气冷淡地说，让我不必替阿纳尔求情。我抬起头，认真地告诉他，臣妾不是在求情。我解释道，臣妾是想说，遣返阿纳尔之前，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别闹出什么事端。毕竟两国邦交，面上还是要过得去的，不能因为一个公主影响了两国的和平。皇上看着我，目光渐渐软了下来，轻声说，我总是替他着想。我靠近他怀里，没有说话，只是轻轻依偎着他。上一世，阿纳尔入宫3个月就被封为了皇贵妃，宠冠后宫。这一世，他却连皇上的边都没挨着，终究是一场空。不是我比他强，而是我比他更清楚皇上的心思。皇上要的不是舞姿多优美，声音多甜美，也不是刻意的讨好和奉承，他要的是一个让他觉得舒服自在的人。而让他舒服的方式，从来都不是讨好他，而是让他觉得我懂他。阿纳尔被遣返后，后宫终于安静了半个月。我以为贤妃会在冷宫里孤独老死，再也翻不出什么浪花，可我还是低估了他的执念和手段。这天傍晚，皇上没有像往常一样来承前殿，小春去外面打听了半天，回来时脸色煞白，神色慌张。他告诉我，娘娘，皇上去了冷宫。我手里的茶盏猛地顿住，心中涌起一股不安。我急忙问小春，皇上去冷宫做什么？小春回答说是贤妃娘娘让人递了一封信出来。皇上看完信后脸色大变，立刻就起身去了冷宫。贤妃被关在冷宫里，守卫森严，怎么还能递信出来？我放下茶盏，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1个时辰后，皇上来了承前殿。他进门时，我看清了他的脸色，没有愤怒，也没有冷漠，而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复杂神色。我起身迎了上去，想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说贤妃跟他说了一些事。他告诉我，贤妃说我是重生的。我的心猛地一沉，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皇上继续说，贤妃还说我上一世就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所以这一世才故意装作他喜欢的样子勾引他，说我对他没有真心，只是在利用他往上爬，利用他活命。殿内安静的可怕，连彼此的呼吸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站在原地，浑身冒出冷汗，手脚冰凉。我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他，问他陛下信吗？他没有立刻回答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这一瞬的犹豫，比任何指责、任何质疑都让我心寒。我缓缓跪下身，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坦然承认了这件事。他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显然是没想到我会如此干脆地承认。我抬起头，眼中蓄满了泪水，缓缓诉说着上一世的遭遇。我说，上一世我信了贤妃的话，一味的装端庄，不争不抢，以为这样就能安稳度日，可结果呢？皇上半年没正眼看过我一次，最后我被贤妃诬陷，拖出去杖杀，死得不明不白。我再次抬起头，眼中的泪水忍不住滑落，语气带着几分哽咽，说我重生归来，确实知道皇上喜欢什么样的女子，但我反问他，陛下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愿意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他看着我，依旧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复杂的看着我，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我的声音哽咽得更厉害了，说因为臣妾想活。我说上一世我死得不明不白，这一世我只想好好活着，好好保护自己，保护腹中的孩子。我承认一开始靠近他，讨好他，确实是为了活命，为了报仇。我低下头，眼泪落在地上，轻声说，但后来臣妾是真的喜欢上陛下了。殿内再次陷入了长久的安静。他走过来，缓缓蹲下身，他伸出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语气温柔地说，我没有骗他。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轻声解释，贤妃说我是重生的，说我骗了他一辈子，可我却亲口承认了，这就够了。他把我扶起来，紧紧搂进怀里，语气低沉地说，他去冷宫不是因为贤妃说了什么，不是因为怀疑我，而是想看看贤妃还有什么手段没使出来，想彻底断了他的念想。我靠在他胸口，听着他沉稳的心跳也不由得加快。我抬起头，再次问他，那陛下信我吗？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语气坚定地说，他信他，信我一开始是为了活命，也信我后来是真的喜欢他，他说，不管我是重生的还是天生的，不管我一开始是为了什么靠近他，他喜欢的从来都是我这个人。我闭上眼睛，积压已久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这一次是感动的泪水。第3天，皇上下了一道旨意规定贤妃永进冷宫，任何人不得探视，不得传信，彻底断了他所有的希望。这一次他是真的永无出头之日了。怀孕6个月后，我的身子越来越重，行动也越来越不便。皇上心疼我，恨不得把整个太医院都搬进承前殿，每天都要让太医来给我请脉3次，生怕我和孩子有半点闪失。可朝堂上却渐渐不太平起来，一群言官联名上书，弹劾皇上专宠我一人，后位空悬，有违祖制。他们要求皇上选秀纳新，雨露均沾，充实后宫，以延绵子嗣。一时间，弹劾的奏折堆了半尺高。皇上看了奏折后，气得摔了好几本。他脸色铁青，怒声说：“他宠谁，轮得到他们来管？”我端着一碗温热的汤走进御书房，轻声对他说：“陛下让他们选。”皇上抬起头，满脸疑惑地看着我，问我在说什么。我把汤放在他面前，重复道：“选秀，让他们选秀。”我解释道：“与其让他们暗地里塞进来一些不知底细、心怀不轨的人，不如陛下自己选一些安分守己、乖巧懂事的人，这样也能堵住他们的嘴。”皇上皱起眉头，不解地问我：“难道我不介意吗？”我坐下来，托着腮看他，坦然地说：“我介意，但我更介意陛下被言官们天天弹劾谩骂，更介意陛下为了我被天下人议论。”我笑着说：“陛下选了人，不宠就是了，不过是多几个人在后宫里安分度日，爱不到什么。”皇上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语气带着几分宠溺，说：“
我倒是会替他打算。选秀那天，我坐在皇上身边，平静地看着一排排秀女从我们面前走过，最后进来的是一个穿着淡蓝色衣裙的女子，她一直低着头，行礼的动作标准规范，不卑不亢，不多说一个字，也不多看一眼。皇上多看了她一眼，神色没有什么波澜，却也没有立刻让她退下。当天夜里，小春就查到了她的底细，匆匆来向我禀报。小春告诉我，娘娘，那位沈秀女是贤妃娘家的远房侄女。我放下手中的绣绷，心中了然。虽然贤妃人被关在冷宫里，手倒是伸得比谁都长，到这个时候还不忘算计我。沈氏入宫后被封为了沈才女，她从不主动争宠，每天都会按时来承前殿给我请安，规规矩矩，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做一个多余的动作。她平日里只穿素色的衣裳，戴素色的首饰，说话轻声细语，眉眼间的温顺像极了年轻时的贤妃。沈氏入宫半个月，皇上去了她那里2次，但那2次并不是宠幸，只是坐下来喝杯茶，说几句话便离开了。可即便如此，后宫还是炸开了锅，到处都在议论，说嘉妃要失宠了。皇上心里还是念着贤妃的，还有人说沈才女那模样简直就是年轻时的贤妃，皇上这是在念旧情，以后一定会慢慢宠信她。我却一点都不慌，因为我知道皇上不是念旧情，他只是被过往的影子短暂迷惑了而已。这天傍晚，皇上照例来承前殿用膳，我什么都没问，像往常一样给他夹菜念话本子，神色依旧平静无波。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他有件事要跟我说。我抬起头示意他说，他轻声说，沈才女那边他以后不去了。我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他看着我，语气认真地解释，他想了2天，他去沈才女那里不是因为喜欢她，只是因为她的模样，她的温顺让他想起了从前的一些事。他又说，可朕不需要从前的影子，朕有你就够了。我愣在原地，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心中满是感动。皇上握住我的手，轻声说，他知道我不高兴，我嘴上不说，但他看得出来我心里是介意的。我没想到他竟然注意到了我心底那一丝不易察觉的介意。他继续说，所以他决定以后再也不去沈才女那里了，不止沈才女，以后任何人他都不去了，他只要我一个人。我眼眶微红，轻声说，陛下朝臣们会说您的，会说您专宠一人，有违祖制，有违祖制。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说他是皇帝，不是朝臣们的傀儡，他宠谁轮不到他们来管。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这是幸福的泪水。他伸出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笑着问我哭什么。我哽咽着说，陛下对臣妾太好了，臣妾怕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怕梦醒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把我紧紧搂进怀里，轻声说，那就别醒，他一辈子都不让我醒，一辈子都对我好。第2天，皇上下了一道旨意说，沈才女身体不适，送往行宫静养，无旨不得回宫。后宫里的人都清楚，这一去，沈才女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皇上这是彻底断了和他的牵扯。沈氏走后的第3天，我在承前殿突然发动了，皇上急得在产房外来回踱步，心神不宁，甚至把太医们都骂了个遍，生怕我和孩子有半点闪失。阵痛持续了4个时辰，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稳婆兴冲冲地冲出来报喜，说是皇子，母子平安，母子平安。皇上立刻冲进产房，一把抱起襁褓中的孩子，又弯腰看向我，眼眶红红的，语气里满是心疼和喜悦，说我辛苦了。我虚弱地笑了笑，看着他，看着我们的孩子，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他看着我，忽然单膝跪在床边，紧紧握住我的手，神色无比认真。他说，朕以江山为聘，请你做朕的皇后。殿内所有人都愣住了，没人想到皇上会在这个时候当众向我求娶，要立我为后。我看着他，眼眶再次蓄满泪水，轻声唤了一句，陛下。他的声音微微发颤，认真地说，这不是赏赐，这是他求我，他想让我名正言顺地站在他身边，一辈子陪着他，陪着我们的孩子。我泪如雨下，用力点了点头，答应了他。封后大典那天，我穿着华丽的凤袍，一步步走过长长的宫道，走向太和殿。经过冷宫时，我停下了脚步。冷宫里传来贤妃嘶哑怨毒的声音，她嘶吼着说，皇后你也配。我没有回头，只是轻声说了一句，贤妃，你教了我2辈子，不争是死，争才能活，谢谢你，谢谢你。身后传来贤妃歇斯底里的哭声和谩骂声，却再也影响不到我。我继续往前走，走向那个站在太和殿门口朝我伸出手的男人，他的手很暖，握得很紧，仿佛要把我揉进他的骨血里。他笑着对我说，走吧，皇后。我笑着回应他，好。后来贤妃在冷宫里孤独的老去，再也没有出来过，最终在绝望中死去。阿娜尔回到了一邦，被国王嫁给了当地的一个贵族，安稳度日，再也没有踏入过中原一步。沈氏在行宫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养花种草，不问世事，无病无灾，也算得了一个好结局。而我成了这后宫唯一的女主人，成了皇上唯一的皇后。皇上没有在纳妃，也没有在选秀，后宫里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们的孩子。后来我们又有了2个孩子，一共3个孩子，儿女双全，家庭和睦。每天傍晚，皇上都会牵着我的手，带着孩子们在御花园里散步，说说笑笑，岁月静好。有一天，他牵着我的手，轻声问我，皇后，你说下辈子朕还能遇到你吗？我握紧他的手，笑着说，能的，下辈子换臣妾去找陛下，换臣妾去找陛下。他笑了，笑得温柔又满足，紧紧握住我的手，再也没有松开。这一世，我终于不用再争了，因为有人爱我，有人护我，有人把我放在心尖上，给了我一辈子的安稳和幸福。永安5年秋，紫禁城的桂花开得泼泼洒洒，甜香漫过朱红宫墙，绕着中宫的琉璃瓦打了个转，落进半开的菱花窗里。我坐在铺着软垫的罗汉床上，指尖捻着一枚蜜蜡佛珠，听着廊下传来的嬉闹声。刚满5岁的太子恒正带着3岁的二皇子鱼儿追着刚会走路的宁儿跑。小春端
端着刚温好的牛乳进来，眉眼间都是化不开的笑意，脚步放得极轻，怕扰了我闭目养神的清静。他将牛乳放在小脊上，俯身替我拢了拢身上的素色披风，声音压得极低，说外面风凉，仔细着了寒。我睁开眼，看向窗外跌跌撞撞扑进奶娘怀里的小女儿，嘴角不自觉地弯起。丰厚5年，这后宫里再无半分波澜，没有争宠的嫔妃，没有暗里的算计，连前朝言官递上来的劝皇上广纳妃嫔的折子也早已没了踪迹，皇上用了5年的时间，向全天下证明他的后宫只需要我一个女主人，他做到了。登基10余年，从未再纳过一位新人。后宫里那些老人，要么安分守己，在自己的宫里养老，要么早已被送去行宫颐养，再无人敢生出半分不该有的心思。我端起温热的牛乳，刚抿了一口，就见殿外的总管太监李德全脚步匆匆地进来，脸上带着几分难色，躬身立在阶下，半天没敢说话。我抬眸看了他一眼，示意他直说。李德全这才躬身回话，说冷宫那边递了消息出来，贤妃林氏油尽灯枯，怕是撑不过今日了。临了前，只求见皇后娘娘一面。手里的白瓷杯沿轻轻磕了一下牙床，微凉的触感让我瞬间回神。林婉宁，我已经快5年没听过这个名字了。自从永安元年，她被涌进冷宫之后，就像从这紫禁城里彻底消失了一样，再无半分消息传出来。我以为她会像冷宫里无数被遗忘的妃嫔一样，悄无声息的老死在那4方院墙里，连死讯都不会有人特意来报。没想到她临了前居然会求见我。小春在一旁皱起了眉，低声劝我说，那冷宫里阴寒潮湿，晦气得很，何况林氏本就对娘娘心怀怨恨，何必去见这最后一面？平白惹得心里不痛快。我放下手里的茶杯，指尖轻轻摩挲着杯壁上的缠枝莲纹，沉默了许久，终究还是起身了。我想去看看这个教了我2辈子不争是死的女人，到了生命的尽头，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銮驾穿过长长的宫道，越往前走，周遭的景象就越破败。朱红的宫墙褪了色，墙根处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风一吹就发出簌簌的声响，像极了亡魂的低语。冷宫的大门锈迹斑斑，推开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惊飞了檐下的一群乌鸦。里面比我想象中还要破败，院子里长满了杂草，碎石子铺就的路早已被荒草覆盖，正屋的窗纸破了大半，风灌进去发出呜呜的声响。李德全示意守卫打开屋门，一股浓重的药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呛得人忍不住皱眉。我迈步走了进去，昏暗的光线下，我看清了躺在硬板床上的人，哪里还有半分当年那个温婉端庄、灵动精华的贤妃模样？她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深陷的眼窝，花白的头发，枯树皮一样的手露在被子外面，指节凸起，看着触目惊心。听到脚步声，她缓缓睁开了眼，浑浊的眼珠转了半天才聚焦在我身上。她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没力气说话的时候，她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了嘶哑破碎的声音。她没有骂我，也没有歇斯底里地质问我，她只是反反复复地念着一句话：我输了，我终究还是输了。我站在离床3步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她，没有说话。她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看向破了洞的窗棂，看向外面那一方小小的被院墙框住的天，眼神里带着无尽的悔恨和茫然。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声音轻得像一阵风，仿佛随时都会散掉，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也没有不甘的咒骂，只是像个迟暮的老人在回忆自己这荒唐的一生。我就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也是直到这一刻，我才终于补全了那些前世今生里我从未知晓的过往。我也终于懂了他这2辈子的执念到底从何而来。林婉宁的父亲是先帝亲封的太傅，3朝元老，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她是太傅府唯一的嫡女，从小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整个京城都捧在手心里的明珠。15岁那年，她在皇家围场的秋猎上遇见了当时还是4皇子的皇上。那时候的皇上母妃早逝，在宫里无依无靠，是所有皇子里最不起眼的一个，处处被太子刁难，被其他皇子排挤。秋猎的时候，太子故意放了受惊的野马，朝着4皇子冲过去，所有人都不敢上前，只有林婉宁骑着马冲了过去，拉弓搭箭，射倒了那匹疯马，挡在了他身前。那是他们第一次相见。后来他就成了4皇子黑暗日子里唯一的光。他会偷偷从太傅府里拿出钱来资助他结交朝臣，会在他被先帝训斥的时候翻遍古籍，帮他写好应对的策论，会在雪夜里瞒着家里人跑到他空置的王府里给他送暖炉，陪他坐在冰冷的屋子里，说就算全世界都不信他，他也信。那时候的林婉宁不是后来那个端着贤妃架子，连笑都要拿捏分寸的女人。她会骑着马在京郊的草原上狂奔，会和他打赌输了之后耍赖皮要他赔糖人，会在他面前哭，会在他面前笑，会把所有的情绪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面前。夺嫡最凶险的那几年，是他陪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曾拉着他的手在桃花树下许诺，他说等他登上皇位就封他为后，一生一世唯他一人。他信了。后来他真的赢了，登基为帝，改元永熙，可他终究没能兑现封他为后的诺言。先帝刚驾崩，朝堂不稳，太傅府权势滔天，朝中半数官员都是太傅的门生，若是再封太傅的女儿为后，外戚专权的局面几乎是板上钉钉。前朝的老臣们联名上书反对立林氏为后，就连他自己心里也生出了几分忌惮。他最终只封了他为贤妃，协理6宫，位同父后，那是他们之间第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林婉宁不懂，她不懂为什么曾经和他两心相许的人登上皇位之后就变了。她更不懂为什么他宁愿让后位空悬，也不愿意给他那个本该属于他的位置。这时候他的父亲太傅林大人开始不断地给他施压。太傅告诉他，林家是书香门第，她是未来的国母，必须要有贤德的名声，必须端庄持重，不能像那些小门小户的女子一样去争宠去撒娇，那样会失了体面，会让天下人耻笑。太傅告诉他，皇上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帮他稳定后宫、母仪天下的贤
贤妃，而不是一个只会儿女情长的小姑娘。太傅告诉她，只有她守住了贤德的名声，守住了林家的体面，皇上才会重新敬重她，才会最终封她为后。她听进去了，开始学着收敛自己所有的情绪，学着端起架子，学着做一个完美的、挑不出半分错处的贤妃。皇上来看她，和她说起前朝的烦心事，她不再像从前那样陪着她骂那些刁难她的老臣，只会温温柔柔地劝她要以国事为重，要广纳谏言，要雨露均沾。皇上给她送来新奇的玩意儿，江南来的胭脂，西域来的宝石，她不再像从前那样眼睛亮晶晶地扑到她怀里撒娇，然后劝她要节俭，不要为了这些奢靡之物劳民伤财。皇上想和她像从前那样在月下散步，说些私房话，她只会躬身行礼，说皇上夜深路重，该回养心殿了，免得耽误了明日早朝。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完美的贤妃牌位，端庄贤德，挑不出半分错处，可也彻底失去了温度。皇上来，她宫里的次数越来越少，她心里慌，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她只当是自己做的还不够好，不够端庄，不够贤德，于是她更加严苛地约束自己，也约束着所有依附于她的人。她告诉宫里所有的人，争宠是最下作的手段，只有安分守己，端庄持重，才能得到皇上的敬重，才能在这深宫里安稳度日。她不屑于争宠，也不许身边的人争宠。上一世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她一手从宫女提拔上来，却被她死死地按在原地，连抬头看皇上一眼都要被她训斥，不懂规矩，失了体面。她就这么端了10几年，端到皇上彻底疏远了她，端到一帮进贡的阿纳尔公主入了宫。阿纳尔只用了3个月就夺走了她所有的一切，把她亲手送进了冷宫，直到被禁足在冷宫里，她才终于想明白，皇上从来没有变过。她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没有温度的贤妃牌位，她想要的是当年那个在桃花树下会和她耍赖皮，会对着她哭，对着她笑，会毫无保留地爱着她的小姑娘林婉宁。是她自己把那个鲜活的自己亲手弄丢了，也是她自己把当年那份两心相许的情谊一点点磨没了。她在冷宫里熬了整整8年，临死前她看着窗外那一方小小的天，最后悔的不是没有争过那些莺莺燕燕，而是她这辈子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她一辈子都在为了林家的体面，为了贤妃的名声，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后位活着，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也从来没有问过皇上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她就重生了，和我一样回到了我刚侍寝的那一天。她醒来的时候躺在永和宫的拔步床上，身边是她用了10几年的贴身宫女，窗外是她熟悉的桂花香，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她本来是想改的，她想放下那可笑的体面，放下贤妃的架子，去找皇上，变回当年那个林婉宁。她想拉着皇上的手，和他说她不要什么贤德的名声，不要什么后位，她只想像从前那样陪着他。可她终究还是做不到。她是太傅府的嫡女，是协理6宫的贤妃，是全天下女子的表率。她放不下面子，拉不下身段，做不到像那些低阶嫔妃一样挖空心思去讨好皇上，去撒娇，去争宠。她觉得那样太不体面，太掉价了。就在她反复纠结，反复内耗的时候，她听到了我侍寝的消息，听到了皇上一夜之间就对那个她一手提拔起来的唯唯诺诺的小宫女上了心。然后她就看着我一步一步从美人到家嫔到家妃，最后封了皇后。她看着我做了她2辈子都想做却始终不敢做的事。她看着我在皇上面前撒娇耍小性子，会哭会笑，会争会抢，却偏偏被皇上捧在了手心里，嫉妒像毒草一样在她心里疯狂的滋生。她觉得我偷了她的人生，我偷了她的人生，我偷了本该属于她的宠爱，偷了本该属于她的后位，偷了本该属于她的和皇上两心相许的一辈子。她疯魔了，开始不计后果的算计我，陷害我，哪怕最后把自己逼进了冷宫，也始终不肯回头。直到此刻，躺在这冰冷的硬板床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才终于彻底清醒过来。她这辈子从来都不是输给了我，她是输给了自己，输给了自己放不下去的体面，输给了自己刻在骨子里的懦弱，输给了自己一辈子都解不开的执念。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最后彻底消散在了风里。她枯树皮一样的手垂了下去，眼睛还睁着，看向窗外那一方小小的天，里面是无尽的悔恨。贤妃林婉宁反了，享年38岁。我站在原地，静静地看了她很久，心里没有半分报复的快感，也没有半分赢了的得意，只有无尽的唏嘘。她教了我2辈子，上一世她教我不争，我信了，最后落了个被活活杖杀的下场。这一世她用自己的一生教我，人这一辈子最不能丢的是自己，是自己。我转身走出了这间阴冷破败的屋子，外面的阳光正好，金灿灿的洒在身上，暖融融的。李德全躬身问我贤妃的后事该如何处置。我沉默了片刻，开口吩咐按贵妃礼制下葬，葬入妃陵。到底是陪了皇上走过最艰难日子的人，到底是太傅府的嫡女，体面还是要给的。李德全愣了一下，随即躬身应下。銮驾往中宫走的时候，路过了太和殿，我远远的就看见那个明黄色的身影正站在太和殿的单壁上，朝着我这边望。是皇上。銮驾停下，我刚走下来，他就快步迎了上来，伸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暖，裹着我微凉的指尖，眉头微微皱着，说冷宫里阴寒，怎么去了这么久，仔细冻着了。我靠在他怀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龙涎香，我心里那些翻涌的情绪瞬间就安定了下来。他牵着我的手一步步往中宫走，没有问我冷宫里发生了什么，也没有问林婉宁和我说了什么，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我回到中宫，平退了左右，殿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殿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他把我搂进怀里，下巴抵在我的头顶，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他说其实他早就知道我是重生的。我的身子猛地一僵，抬头看向他，他低头看着我，眼底带着温柔的笑意，指尖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颊，说从侍寝的第1晚他就知道了。那个晚上，我抬眸看他的眼神带着娇羞，带着媚意，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我和之前那个在永和宫里唯唯诺诺连头都不敢抬的小宫女判若两人。他当时就觉得
奇怪。后来我应对贤妃的下毒陷害，应对后宫的风言风语，手段沉稳，心思缜密，根本不像一个刚入宫毫无根基的美人能做出来的事。他不是没有怀疑过，不是没有猜忌过，他甚至偷偷让人去查过，查我是不是被什么人调了包，查我是不是哪个世家安插进来的棋子。可查来查去什么都没有，他只能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他身边，一步步走进他心里。他这辈子见过太多太多的女人，有像林婉宁那样端着端庄贤淑的架子，心里却全是家族算计的世家贵女，家族算计的世家贵女；有像阿娜尔那样带着异域的风情，眼里却全是野心和目的的棋子；有像后宫里那些莺莺燕燕那样挖空心思讨好他，只为了家族的荣华富贵。只有我是活生生的，我会哭会笑，会和他耍小性子，会和他撒娇，会替他着想，会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去争去抢，也会在他面前卸下所有的防备，露出最柔软的一面。他见过我最娇媚的样子，也见过我最狼狈的样子，见过我最狠厉的样子，也见过我最温柔的样子。他爱上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却鲜活的我，不管我是重生的还是天生的，不管我接近他一开始是为了活命还是为了权势，他都爱，他心甘情愿。所以当林婉宁在冷宫里递信出来揭发我是重生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意。他去冷宫不是因为信了林婉宁的话，只是想看看那个困在执念里一辈子的女人还能耍出什么花样。他早就知道了一切，却还是心甘情愿地陪我演了一辈子的戏，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砸在他明黄色的龙袍上，晕开了一小片湿痕，晕开了一小片湿痕。我趴在他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两辈子的委屈，两辈子的不安，两辈子的惶恐，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烟消云散。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原来我赌赢了。他伸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他说别哭，有朕在，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朕都在。永安7年，下一帮的使团来了京城，带队的是一帮的长公主阿娜尔。距离当年他被遣返回一帮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我在御花园的凉亭里见了他7年不见，他变了很多，不再是当年那个穿着红纱跳着异域舞蹈，眼里全是野心和不甘的小姑娘了。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胡服，长发竖起，眉眼间带着英气，举手投足间都是手握实权的上位者的气场。他看见我躬身行礼，动作标准却不卑不亢。我平退了左右，凉亭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他看着我忽然笑了，说7年不见，皇后娘娘还是和当年一样，一点都没变。我给他倒了一杯茶，示意他坐下，示意他坐下。他也没有客气，径直坐了下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然后就和我说了他这7年的经历。当年他被遣返回一帮之后，才终于看清了自己父王的真面目。他从来都不是父王疼爱的女儿，只是一颗用来搅乱大启后宫的棋子。若是他成功了，得了大启皇帝的宠爱，一帮就能借着他从大启拿到无数的好处；若是他失败了，就像当年那样被遣返回国，对他的父王来说也没有半分损失，大不了再换一颗棋子就是了。甚至在他回国之后，他的父王还想把她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部落首领，用来换取对方的兵权。他在大启的皇宫里亲眼看着我从一个毫无根基的宫女一步步走到皇后的位置，看着我怎么把一手烂牌打成了王炸。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这一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靠父王，父王会把她当成棋子；靠男人，男人的宠爱说没就没，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利才是最实在的。所以他逃了，在被送去和亲的前一夜，他带着自己的心腹逃出了王宫，逃出了王宫。他找到了他那个被父王冷落发配到边境的弟弟，他的弟弟是一帮最能打的勇士，只是因为母妃出身低微，一直被父王打压，空有一身本事却毫无用武之地。姐弟俩一拍即合，他用自己从大启带回去的金银珠宝收买了部落的首领，用自己在大启学到的权谋手段一步步瓦解了父王的势力。整整3年，他陪着弟弟在边境出生入死，打过无数场硬仗，终于带着兵杀回了王城，逼他的父王退了位，把弟弟扶上了王位。弟弟登基之后，封他为长公主，让他监国，手握一帮的半数兵权，他成了一帮真正的掌权人。这7年，他励精图治，带着一帮的百姓开荒种地，发展贸易，训练军队，让原本贫瘠落后的一帮变得越来越强盛。这次他来大启，不是为了挑起战事，是为了和大启签订永久的和平盟约。他说他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我，是我让他知道女人也能活成自己的靠山。我看着他眼里的光，心里满是感慨。当年那个在御花园里跳着舞响勾引皇上的小姑娘，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的女王，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的女王。盟约签订得很顺利，皇上给了一帮最优惠的贸易政策。阿娜尔也承诺一帮世代和大启修好，永不犯边。阿娜尔在京城只待了半个月就启程回国了。临走前，他来和我告别，送给了我一把异域的弯刀，说若是以后有谁敢欺负我，就拿着这把刀去找他，他就算是跨越大漠也会来帮我。我笑着收下了。送走他的那天，我站在城楼上，看着他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着西边的大漠走去，身影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了天际。后来我时常能收到他从一帮寄来的信，信里会写大漠的风沙，草原的落日，会写他又打了胜仗，会写他弟弟又娶了新的王妃，会写他又开垦了多少荒地，让多少百姓吃上了饱饭。他一辈子没有嫁人，却活成了一帮百姓心里最敬重的神。永安10年春，江南传来了一封信，是沈氏寄来的，随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幅画，画上是江南的春天，烟雨蒙蒙，荷花刚开，画的右下角提着一行小字，永安10年春，写于江南，写于江南。沈氏就是当年那个被贤妃娘家送进宫来，想用来当引子的神才女。当年她被送去行宫之后，我本以为她会像那些被送去行宫的嫔妃一样，就在那方寸之地悄无声息地过完一辈子。没想到半个月后，她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信，信里的字迹娟秀工整。她说她根本不想入宫，也不想当什么皇上的妃嫔，她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画画，梦想着能走遍江南的山山水水，把所有的美景都画下
下来，而不是困在后宫的方寸之地，一辈子和一群女人争一个男人的宠爱。他说这一切都是家族逼迫的，他在信里求我放他一条生路。我看完信，沉默了很久。我想起了上一世的自己，也是这样，身不由己，被命运推着走，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敢说。我把信拿给了皇上看，皇上看完只说了一句：“你做主就好。”我让人给沈氏除了籍，放他回了江南老家。可我没想到，沈家根本不肯放过他。他刚回到家，沈家就又想把他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盐商当田房，只为了换取对方的银子，去给贤妃的娘家打点关系。去给贤妃的娘家打点关系。沈氏宁死不从，被沈家锁在了院子里，差点就被逼得上了吊。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让人去了江南，给沈氏安排了一个好去处。江南苏州府有个姓苏的翰林，妻子早逝，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他为人温和正直，满腹经纶，却不喜欢官场的尔虞我诈。此官回了苏州老家，开了个书院，教书育人。最重要的是，他也喜欢画画，喜欢山水，和沈氏志趣相投。我让人去和苏翰林说了沈氏的事。苏翰林看完沈氏的话，又听了他的经历，当即就表示愿意娶她为妻，一生一世绝不亏待。沈家不敢违逆皇后的意思，只能放了沈氏，让她嫁了过去。婚后的日子，沈氏过得很安稳。苏翰林待她极好，尊重她的喜好，支持她画画，陪着她走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他每年都会给我寄信，寄她画的画，信里会写江南的烟雨，西湖的荷花，姑苏的桃花，会写她的女儿又认了多少字，会写她的丈夫又教出了多少学生，会写她又去了哪里游玩，画了什么新的画，字里行间都是藏不住的幸福和安稳，都是藏不住的幸福和安稳。永安10年的这封信里，他说他的儿子出生了，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等孩子长大了，他就带着全家来京城给我请安。我拿着那幅画看了很久，嘴角不自觉地弯起，真好。这个当年差点被家族当成棋子，困死在后宫里的姑娘，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永安12年冬，小春出嫁了。小春跟着我，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宫女到中宫的上宫，陪了我整整15年。从我还是个宫女的时候，她就跟着我，陪着我经历了2辈子的风风雨雨。上一世我被贤妃拖下去杖杀的时候，只有她扑上来想护着我，最后被打得半死，扔到了乱葬岗。这一世我封了皇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给她找个好人家。我给她挑了很久，最终挑中了皇上身边的御前侍卫统领陆征。陆征是皇上的心腹，武功高强，为人正直忠厚，父母早亡，家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亲戚。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小春很多年了。当年小春为了护着我，被贤妃宫里的人推搡，是陆征出手帮了他。从那以后，陆征就把这个看着软软糯糯却护主护的不要命的小姑娘放在了心里，放在了心里。只是那时候我是皇上心尖上的宠妃，小春是我身边最得力的大宫女，她不敢高攀，只能把这份心意藏在心里，默默守护。我把这件事和小春说的时候，她当场就哭了，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说她不嫁，她这辈子哪里也不去，就陪着我。我把她扶起来，擦去她脸上的泪，和她说：“傻姑娘，我不能陪你一辈子，你该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她哭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头。出嫁那天，我给她准备了10里红妆，比很多宗室郡主的嫁妆还要丰厚。皇上也特意下了旨，封了小春为宫人，赏了无数的金银珠宝。整个京城都知道皇后娘娘身边的大宫女出嫁，风光无限。花轿抬走的那天，小春穿着大红的嫁衣跪在我面前，给我磕了3个响头，哭得泣不成声，说：“娘娘，奴婢就算出嫁了，也永远是娘娘的人。娘娘什么时候需要奴婢，奴婢就什么时候回来。”我笑着把她扶起来，给她盖上了红盖头，看着她上了花轿。花轿走远的时候，我站在宫门口，眼泪还是忍不住落了下来。真好，这个陪了我2辈子的姑娘，终于有了自己的幸福，终于有了自己的幸福。小春出嫁之后，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时常回宫里来，她知道后宫规矩多，怕给我惹麻烦，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和陆征一起进宫来给我请安。每次来都会给我带我爱吃的江南点心，给3个孩子带他们喜欢的玩意儿。她嫁过去之后，陆征待她极好，一辈子没有纳妾，只宠她一个人。后来她生了1儿1女，儿子继承了陆征的武功，进了禁军，女儿被他教得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最后嫁给了鱼儿，成了2皇子妃。她终究还是以另一种方式陪了我一辈子。永安15年秋，我的父亲姜文远在京城的宅子里安安稳稳地走了，享年72岁。我带着3个孩子回了姜家的老宅，给父亲守灵。父亲这辈子就喜欢读书，不喜欢官场的尔虞我诈。弟弟也很争气，寒窗苦读10年，最终考中了进士，凭自己的本事进了翰林院。后来他主动请旨，去了江南的一个小县城当县令，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姜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却一辈子安稳，平平安安，无灾无难，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结局，最想要的结局。永安30年冬，紫禁城下起了100年不遇的大雪，皇上病倒了。他年轻的时候夺嫡的时候落下了病根，登基之后又日夜操劳国事，年纪大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这一次病来如山倒，太医们轮番诊治，都摇着头说要做好准备。我日夜守在他的床边，寸步不离。我知道他可能好不了了。永安30年腊月23小年，天还没亮，外面的雪还在下。他躺在我怀里，握着我的手，看着我轻轻说了一句：“乐儿，朕先走了，下辈子换你来找朕。”然后他的手垂了下去，眼睛闭上了，嘴角还带着浅浅的笑意。皇上驾崩了，享年58岁。整个紫禁城都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我抱着他渐渐冰冷的身体，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安安静静地抱着他，坐了很久很久。我的少年，我的爱人，我的皇上先走了。太子恒在皇上的灵前登基为帝，改元景和。我成了皇太后，希
亲王很孝顺，什么都听我的，对我恭敬有加。可我从来不会干预朝政，我只会在他遇到难处、手足无措的时候给他一点建议，告诉他他的父皇当年遇到这样的事是怎么做的。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住在寿康宫里，每天养花看书，看孩子们给我寄来的信，日子过得安稳又平静。景和10年秋，我病倒了，我知道我要去找他了。弥留之际，孩子们都守在我的床边，哭成了泪人。我笑着一个个摸过他们的脸，和他们说别哭，娘要去找你们的父皇了，他等了我10年，该等急了。我让小春的女儿，也就是鱼儿的王妃，把我床头的那个匣子拿过来，匣子里面放着一枚玉佩，那是当年我第一次侍寝之后，皇上偷偷塞给我的，我戴了一辈子。我握着那枚玉佩贴在胸口，笑着闭上了眼睛，脑子里最后闪过的是35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侧躺在床榻上，锦衣的肩带滑落半边，抬眸看向那个推门进来的明黄色身影，眼底含着娇羞，唤了一声陛下，这一眼就是一辈子，永安春深，岁岁年年，下辈子换我来找你，我一定会第一眼就认出你。